阿含经下，十二因缘拆解苦的底层代码。十二因缘这个循环精密到了什么程度？你今天早上从闹钟响的那一刻到现在，它已经完整的跑了不知道多少轮。每一次你因为一条消息而焦虑，每一次你因为一个念头而烦躁，每一次你明明知道不该刷手机，但手指还是滑了过去，背后跑的都是同一段程序。佛陀没有计算机，没有流程图软件，但他通过纯粹的内观，把这段程序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跳转、每一个循环条件全部逆向工程了出来。而且他发现了一件更关键的事，这个循环有一个漏洞，你只要在正确的位置插入一个断点，整个程序就会停转。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上一期我们拆开了四圣谛，也就是佛陀给全人类开的那张诊断书，症状是苦，病因是可爱，能治，药方是八正道。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份诊断书的附件，也就是病理报告，四圣的告诉你，你病了，原因是这个。十二因缘告诉你，这个病在你体内每时每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十二因缘也就是梵文里的十二缘起，这12个环节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闭环。这不是线性的因果链，而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反馈回路。我先用最快的速度把这12个环节的名字过一遍，让你心里有个全景，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段一段慢慢拆。它们分别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以及老死。这12个环节，最后一个老死会再次接回第一个无明，形成一个循环的闭环。好，现在我把这12个环节分成3段来拆，你会更清楚每一段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对应什么。第一段，无明、行、识，这3个环节是整个循环的底层驱动程序，你平时根本意识不到它们在运行。无明，不是你傻，不是你没读过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无知，而是看不清。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你把无常的东西当成永恒的，把没有固定本质的东西当成有固定本质的，把制造痛苦的机制当成追求快乐的工具。这种看不清不是个人的智力缺陷，它是出厂设置。进化把它写进了你的操作系统，因为一个总觉得不够的生物比一个满足了的生物更有生存优势。自然选择不关心你幸不幸福，它只关心你活不活得下来。所以看不清是它给你预装的默认模式。无明驱动型，这里的行不是你走路的行，而是照做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基于看不清真相而产生的一切心理冲动和行为反应。你以为你在自由地做选择，但大部分时候你只是在执行无明预设好的脚本。这些造作在你的意识深层形成印记。用我们在唯识学系列里的语言来说，就是种子被种进了阿赖耶识，然后是识。在12因缘的语境中，这个识并不是唯识学里8种识的分类框架，它更接近意识最初的投射，也就是带着无明的底色，带着造作留下的所有印记，一个认知系统正式上线了。这3个环节合在一起是什么？是你还没睁眼之前，系统就已经完成的初始化。你以为你每天早上醒来是一张白纸，其实不是。你醒来的那一刻，无明已经在后台运行了。你昨天的情绪反应模式已经作为种子存好了。你的意识带着这些预设启动了新的一天。你没有选择过这个起点，但你从这个起点开始运作。第2段，名色、六入、触、受，这4个环节是你的感知系统上线并开始接收数据的过程。名色就是你的身心结构，名是心理活动，色是物质形态，合起来就是你这整套硬件加操作系统。六入是6个传感器，眼、耳、鼻、舌、身、意，你的信息接收端口
全部打开了。触是传感器遇到了数据，你的眼睛看到了手机屏幕上弹出的一条消息，你的耳朵听到了老板叫你名字的语气，然后是受接触产生感受。注意，这个感受是极原始的，只有3种：舒服、不舒服或者无感。它比你的思维快得多。你看到那条消息的瞬间，你的身体先于你的大脑做出了反应，微微一紧，或者胸口一沉，或者嘴角微微上扬。这个反应是自动的、极快的，几乎不受你控制的。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在正常范围内。感官接收数据，产生原始感受，这是任何有意识的系统都在做的事。参考之前，我们脑海里有2个你，一个在说，一个在听。那期视频的观点，以上部分可以理解为我们肉身这个本地 AI 小模型在自动化运行，就像特斯拉的无人驾驶 FSD， 或者说游戏里面的 NPC。 关键的问题出在下一个跳转。第3段，爱、取、有、生以及老死，这是整个12因缘里最关键的一段，也是人类痛苦的发动机房。在进入分析之前，我想先让你直接感受一下佛陀自己是怎么讲这一段的。在巴利经典中，有一部被称为火焰布道的燃烧经。佛陀对1000个修行者说，你的眼睛在燃烧，看到的东西在燃烧，眼睛产生的意识在燃烧，眼睛的接触在燃烧，由接触产生的一切感受，无论是舒服的、不舒服的，还是不苦不乐的，全部在燃烧。被什么烧着呢？被贪欲之火、嗔恨之火、无明之火烧着。耳朵在燃烧，鼻子在燃烧，舌头在燃烧，身体在燃烧，意识在燃烧。你的整个感知系统每时每刻都在被这3把火烧着。佛陀在做什么？他没有在解释处受爱这段链条，他把它撕开了。你的感官不是在平静地接收信息，它们在燃烧。每一次接触，每一次感受的背后都有贪嗔痴的火在烧。据说1000个听众当场证悟，不管这个记载是否夸张，它传递的信息很清晰。当你真正看见了自己的感知系统在燃烧的时候，那个看见本身就具有灭火的力量。好，现在回到12因缘的结构。受产生了原始感受，然后爱来了。这里的爱不是爱情的爱，它的原意是可爱，就像上一期讲过的那样，像嗓子着火一样的渴。舒服的感受升起，你会自动的想要更多；不舒服的感受升起，你会自动的想要赶走。这个自动的是关键，你根本没有经过思考，反应就已经发生了。可爱一旦启动，就升级为取、直取，不只是我想要，而是我必须得到。取比爱更深一层，因为它开始抓住不放了。你不只是想要那个舒服的感觉，你开始围绕它构建叙事。我值得拥有这个，失去这个我就完了。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取固化为有，存在的惯性，你的行为模式被锁定了。你的身份认同被加固了，你成了那个焦虑的人，那个总觉得被亏待的人，那个离不开手机的人。业力在这里成型。然后是生和老死，带着这些固化的模式继续存在，然后存在走向衰亡。衰亡本身又制造新的无明，因为你从衰亡中体验到的恐惧和迷茫又成为下一轮循环的燃料，至此闭环完成。好，结构拆完了。现在我要告诉你，整个12因缘最重要的一件事，出口在哪里？出口就在受和爱之间，这也是食神和元神的接口，或者说是自动驾驶中的特斯拉方向盘和驾驶员之间的接口。元神要不要接管一下正在自动驾驶的无人车，就在这一刹那。你看到同事升职的朋友圈，这是触。胸口涌上一股复杂的感觉，这是受。到这里为止，你没有选择权。感官接触到数据，
身体产生原始感受，这是自动运行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一切，你是被这个感受推着走，还是你看见了这个感受？如果你被推着走，不舒服的感受会自动触发，比如凭什么是他升职而不是我升职？这种反应就是爱。然后你开始反刍、比较、编故事，这就是取。情绪固化为我被这个世界亏待了，这就是有。整个过程可能只花3秒钟，但12因缘的核心结构完整的跑了一遍。如果你看见了它呢，你注意到胸口有一股感觉升起来了，不太舒服。你没有伸手去抓它，也没有转身去逃它，你就在那里看着它。就这么几秒钟的事，受和爱之间那个自动跳转断了，链条在这里断了一环，后面的取、有、生、老死全部失去了原料，这一轮循环就跑不下去了。恭喜你，那一瞬间，在一个危险的路段，你成功接管了你的无人车，躲过了危险。那一刻，你就是真正的游戏玩家，而不是 NPC。佛陀发现的这个介入点，跟今天正念减压疗法的核心操作指向完全相同的位置。你不是在改变感受，你是在改变你跟感受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存在着我们选择回应的力量。这句话常被归于维克多·弗兰克尔，确切出处至今存疑。但他描述的那个空间和佛陀在菩提树下通过内观发现的受与爱之间的缝隙是同一个位置。而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本身就是这个空间真实存在的最强证据。你可能会问，这个缝隙也太窄了，不到1秒钟，我怎么可能挤得进去？这就是为什么在八正道里会有正念和正定。正念的功能就是把那个缝隙拉宽，从不到1秒变成2秒、3秒，甚至10秒。而正定的功能是让你的注意力稳定的锚在那个缝隙里，不被感受的浪头冲走。当你持续训练觉知的能力，你在受和爱之间获得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大到最后你可以站在那个空间里，看着整个循环在你面前运转，而不被它卷进去。这就是上一期讲的四圣谛的药方八正道，跟今天讲的12因缘的精确衔接点。四圣谛说苦可以终结，12因缘告诉你在哪里终结，八正道告诉你怎么终结。3套框架，一个系统。最后我想用阿含经里另外2段原始对话来收束今天的内容。第一段是见喻经，一个叫蛮童子的修行者跑去问佛陀一连串形而上学的大问题：宇宙是永恒的还是不永恒的？灵魂和身体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佛陀不回答。他说，你就像一个中了毒箭的人，在拔箭之前非要先弄清楚这支箭是谁射的，弓是什么材料做的，箭头是什么形状的。你还没搞清楚就已经死了。这段对话就是佛陀对12因缘学习者的态度。你不需要搞清楚无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终极问题。12因缘不是给你做哲学思辨用的，它是一张操作图纸。你需要的是找到那个断点，受和爱之间的缝隙，然后动手，箭在你身上，先拔箭。还有一段是蛇喻经。佛陀打了一个比方，有人想抓一条蛇，如果他抓蛇的尾巴，蛇会回头咬他。如果他用一根分叉的棍子先固定住蛇，再稳稳地抓住它的颈部，就不会被咬。佛陀说，我的教法也是这样，如果你抓错了位置，它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句话对所有学习12因缘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警告。你可以把12个环节背得滚瓜烂熟，你可以用它分析别人的情绪反应，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智力游戏，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你就是在抓蛇的尾巴。真正正确的抓住12因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去用它。下一次当你感觉到受升起的那个瞬间，你能不能不被自动推着走？
那才是抓住了舌头。所以佛陀2500年前画的这张12步流程图，它的核心信息不是人生是个死循环，你认命吧。恰恰相反，它是在告诉你，循环虽然是默认状态，但默认状态是可以被改写的。出口不在循环的外面，不需要你跳出人生才能停止痛苦。出口就在循环的内部，就在受和爱之间那个不到1秒钟的缝隙里。你这辈子所有修行的起点，可能就是那一个瞬间。感受升起来了，你没有被推着走，你看见了它。而一旦你看见过一次，你就再也没法假装自己没看见了。下一期我们离开阿含经，进入整个佛学经典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可能是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佛经名句。到底在说什么？它跟我们这2期建立的四圣谛和12因缘是什么关系？对今天讲的12因缘，你有什么感触？尤其是受和爱之间那个缝隙，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捕捉到过那个瞬间？感受升起来了，但你没有立刻被它推着走，哪怕只有一次。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菊，我们下期见。